画面上这位身材很好的男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自媒体创作者，没错，他就是 Alan Pop。我终于拍到他家了。大家好，我是肤浅喜欢被赞美的丹丹。你知道600万以下就可以成家了吗？是包含车位的哦，在桃园，离机场也很近。那这个屋主呢，因为房东说，如果我长出了你不继续住，那你们就不要住啊。他一气之下就决定，老子要买房。那现在我们就准备来看他们家吧。屋主，请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叫 Alan。他跟我一样都是做自媒体的哦，采访这么多屋主，终于采访到同业了。那因为我还是非常资浅的，有很多自媒体的部分呢，都可以跟大家学习。那这间房子的权状大概是多大呢？这间房子权状大概是20.82，实际的坪数15.42，但如果扣掉两边的阳台的话，总共是12.85。哇，你这个房子是有2个阳台的。对，很厉害耶！我知道说这间房子其实不只是一个人住哦，另外一位屋主要登场了。这个屋主叫 Kobe， 他超可爱，他是天使狗狗哎。大家有看过这么乖的柴犬吗？你看。好乖，我刚认识而已耶，你看它这么可爱，它现在还是幼犬哦。然后这个房子呢，足够他们2个人，1人1狗在这边住，然后也够宽敞，格局有变动，对不对？之前在签预售的时候已经做过客变了。你们这个房子当初是买600万以下，包含车位，是哦。那装潢的部分你花了多少钱？108左右。那家具家电加起来花了多少钱？20到25左右。你有什么教大家省钱的方法？等一下我们一边看家里，一边跟大家分享你是怎么可以省到钱又可以使用的。好，那像我们先从玄关开始，一进房这边就可以看到舍弃了传统的玄关，对不对？那鞋子你要怎么收啊？鞋子的话我是放在这里。哦，这是鞋柜，对，一整排都是吗？对，这一整排都是鞋柜，但我通常鞋子不多，我通常都用到这一排就可以了。这后面的话，我通常都放一些杂物。那这个柜子要怎么开啊？真的是不常用的东西呢。当初我没有听设计师的话，我选了比较宽的沙发，所以如果要打开这边柜子的话，可能就要把沙发移开。但我搬进来已经有3个多月，我还没有打开过这里。今天其实我们是有邀请到帮 Alan 设计家里的设计师 Sean 到现场的。等一下我们访谈的时候呢，把他抓出来拷问一下一些设计上的问题，因为像这种东西，这应该要吵架吧？这个我可以看一下鞋柜里面的样子吗？可以啊。它下面有做透气的，透气孔。那你鞋子真的算是不多的人呢。上面这边是机电柜、变电箱那些，就把它藏在里面。那里面我通常会放一些钥匙啊，或帽子一些。我没有想到可以这样用。可能外出的时候就可以就随手一拿就出门，不会弄丢。你们家这个天花板其实很高，我顶多就只有包旁边的包管而已，上面天花板是没有做，我们就只有涂个漆而已，保持它原本的楼高嘛，对不对？对。这客厅是做吊顶式冷气的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再来问这部分的细节。首先，我们先来看一下，这边有2扇门诶，这里面是洗手间。出门前这边有一个黑镜，你就可以先照镜子之后再出去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浴室，这是原本建商附的还是？这边原本建商附的，把镜柜换掉而已，然后其他都没有什么大改。这个镜柜是我在淘宝淘的，它优点就是它很大嘛，我把一些杂物就全部收纳在里面，面膜啊，然后发蜡啊，一些化妆品、保养品那些。然后它另一个优点的话是，它可以把灯打开，平常在化妆的时候就可以灯比较亮，比较好照，然后还有储物功能的。这一整个镜面的话，它从淘宝运费加起来大概2600台币左右。原本我是在虾皮看到一模一样，但虾皮它加运费要大概5600。那个虾皮的厂商真的是不要再做这种黑心事哦！你从淘宝进货之后就给它翻倍卖，这是非常没有良心的事，这可以说是诈欺了。我觉得这是没有良心。但淘来就有个缺点，就是它有可能运送的可能会破掉，就有些风险在。那我收回刚刚那句话。那这是什么？这个的话是我另外去买的，电商它放衣架没有做的很多，所以我另外去买这种可以吸顶的架子，可以放衣服的。那你在用这些东西，你有什么使用上觉得不满意的地方吗？那时候没有想到热水器买的公升数太少了，冬天洗的时候你大概5分钟就没热水了。朋友来家里借住的话，就可能我洗完，我可能要叫他再过10分钟再洗。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你们家的客厅。刚刚在看这些沙发跟柜子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上面有层架，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买这些东西的心路历程
程吗？其实这些大部分都是去旅游的时候买的。这是你平时就会喷的香水，还是平时会喷的，因为我其实喷的香水不多，我身上就只有这3瓶而已，就可能外出的时候想到，然后就拿出来喷几下。公司这个就是非常出名的渣男香。对对对。那 Alan 是渣男啊？没有，开玩笑的。这个沙发啊，我觉得它非常的宽阔。当初在选这沙发有什么考量吗？因为它甚至要牺牲到你开柜门的空间。之前在租屋的时候，我们的沙发都非常宽敞，然后那时候我想说选这沙发是我平常比较多时间会在客厅看电视，所以我就喜欢躺在沙发上睡觉什么的。它好像功能性就只有这个背号可以换来换去吧？去哪里挑的？这个的话，我是在虾皮买的。不对啊，你刚刚不是说虾皮都比较贵，不是淘宝？没有。后来我去比价，就是原来的这个在淘宝的价格跟虾皮价格大概只差个几百块吧，500-600块。那我就想说选虾皮。所以省钱的方法呢，就是尽量网购，多多比较同样的外形、同样的品牌。但这样子制作沙发花了多少钱？做沙发那时候花大概10500，太便宜了。好，这么大哎！电视大概是65寸吗？这电视其实实际上只有60寸。其实这电视是我之前旧家我就买好的，最大可以换到70寸都没问题。你这可以到85。我要跟大家说，电视这东西能买多大就买多大。我们现代人就是画面越大越爽啊。那你们家当初地板是建商付的？地板的话是原本建商付的，应该是 SPC。那使用上你觉得 OK 吗？特别是有在养狗狗。清洁上还 OK， 因为它这个材质的话，因为狗狗它刚开始来我家的时候会常常不小心上错厕所，我就要常常洗地板啊，算是蛮快感的。我刚刚发现你这里有非常多酒杯。朋友来的话，我通常都会开酒来喝。本人是蛮喜欢喝酒的，所以我就喜欢放一些酒在家里。那喜欢在家里喝还是去外面喝？有约的话，当然去外面喝比较好玩。那我们现在往这边来看一下好了。Alan，你是有在下厨的人吗？我大概1个礼拜只下厨1次，大概1个月1次吧。这边这个电器柜啊，那时候是有跟设计师说你可能会有什么电器，然后再请他设计。他那时候都有先问我说我有什么电器会需要买的，然后再帮我做看有多少个置物柜这样。因为我空间很小，所以我电器没有买到太多。下面的话是扫地机器人的家，对。我好意外，我以为是，真的哎，它就是一个扫地机器人的。那你大概多久让它出来工作一次？因为毕竟你们家有狗狗，那它出来工作的时候，狗狗要进狗狗的家？不会，它狗狗就在沙发上或什么都可以，它会自己避开扫地机器人。哦，那狗狗不会好奇去跟它玩耍这样？刚开始会，后来它已经习惯了，它知道它是来工作的。好聪明哦 ，Kobe 好聪明，他现在正在玩那个摄影棒。厨房这边我们稍微看一下，因为你是说不常下厨，可是我觉得你的厨具还蛮完整的哎。这边也有这个是铸铁锅吗？因为我这边是用 IH 炉，所以我每个炉子锅子都要特别买是可以导热的电磁炉嘛。你使用上你觉得习惯吗？其实蛮快的。那这边旁边有一个拉柜，它是我的伙食柜，就有可能放一些零食啊。我们终于看到正常人类的柜子拉开该有的样子了。其实我外面看起来很干净，但其实我都把东西全部丢到柜子里面，不要看见就爽就好啦。要来检查冰箱喽。摄影师拍得到吗？1个礼拜煮1次的人的冰箱会长什么样子？有高丽菜，有昨天煮过。那你平时外食居多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冰淇淋，下面就放一些冷冻的包子啊，非常的清爽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你们家的这个工作阳台吗？完全没有等他说可以，我就已经先开门了。这个就是你当初买的热水器嘛？它其实只限1个人住的，冬天的话可能5分钟之后就没有热水。那个 Kobe， 走，我们回家，来这边。Hello， 我是丹丹，还没订阅吗？如果你喜欢看居家装潢风格跟饭店开箱影片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小铃铛。那我们继续看下去。这个是狗狗的家哎。是应该是狗狗的厕所地方。刚刚一开始我们有提到嘛，其实是有拆隔间的，对不对？原本没客变之前，它的这边是有个墙的，设计师叫我把这个墙全部打掉，因为他希望让采光好一点。你们这里采光很好哎，因为这光这样直接透进来，可以透过来哎，隔出一个空间，这边可以当一个小工作区吗？这边的话是一个小书桌区，放可爱的娃娃跟一些书籍杂物这样，以前读的书这样。有在读吗？以前呢。好，那是我问了不该问的问题。那这个是什么？这里面的话大概都是 Kobe 就狗狗的一些东西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准备来看客卧，因为毕竟它被偷了1半的空间，那这样子里面难道不会什么都放不下了吗？我来看一下。好，进来直接就是床了。对。可是空间上我觉得还是 OK 哎。它的床的话是选单人床加大这样。下面居然还有置物空间。就放一些换季的一些床单。这边这个高度啊，刚好就是在窗这里，所以其实睡觉啊，早上起来都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。这边甚至
还可以再做衣柜。我那时候设计完就是小客房，如果有朋友亲戚来住的话，就可以睡在这个地方。你是什么星座啊？是巨蟹吗？还是？天秤啊，天秤座，难怪就是脾气好，然后又友善好客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可以去看一下你的主卧室吗 ？OK， 好，这边出发。景观阳台就在他的主卧室里面 ，Go。你主卧室蛮大的哎，大概占据你家的2/5吧。其实我的主卧室没有到很大，只是空间上看起来很大。其实我这主卧室整体大概只有3平了。你这个床是双人加大吗？对，双人加大。衣柜直接做到顶天了，那上面放的东西是行李箱吗？对，上面的大空间是放30寸的行李箱，我通常都要垫个梯子上去。我刚刚就是在想，他们家的行李箱到底放在哪？因为像我是一个很常旅游的人，我每次到别人家里，如果看到大家收纳都做的好像很隐秘，我都很好奇，他行李箱是要放在哪？你的梯子？梯子我放在阳台。所以你一年大概出国几次？出国6到7次左右吧。1年6到7次，对，很频繁呢。那你不是2个月就要只拿它1次？对。好，原来健身是这样健来的，就是他身材很好哦，看得出来哦。这个隐隐约约的，所有的衣服都在这的吗？还是你还要再另外折一折收到其他地方去？所有的衣服吗？大概都在这里。这是可以看的吗？可以啊，就正常的衣服 ，T 恤啊、短裤、长裤就放下面，全部就塞进去就好。我也是，对，我不会在那边还要一个一个折，我是很会断舍离的。那断舍离你有什么方法要跟大家分享吗？我会检查那个衣服，我可能半年有没有碰过它，如果没碰过它就丢掉，因为空间真的太小了，所以我就不太喜欢堆一些杂物。你当初会想要在房间里面设计这个工作区，是不介意说房间里面纯休息，也可以有工作的功能这样吗？办公室我就可能在这边工作，然后我就想说用一个书桌好了，这样我也蛮方便的。而且我很喜欢就是平常在那边做办公，然后我要往前看是可以看到阳台外这样。真的哎，我就觉得蛮舒服的。因为你那里很放松，你又摆了一张椅子跟桌子，看出去就有一种放松的度假感，很像在咖啡厅。像我们人来到这边之后，那就是睡眠模式了。现在呢，我最好奇的就是这个阳台。平时你在这个阳台啊，在那边吃东西、看风景的频率高吗？高，因为我蛮喜欢在下午的时候就喝点下午茶，然后坐在这里。不是故意给摆东西在这哈，因为刚刚 Alan 很好客，他就直接准备好甜点，准备要让我们开吃了。你下面这个地板啊，上面都铺了，这算是木头吗？对，它就那种木质拼贴的。我那时候在淘宝上面买的，1.5平左右。哦，那这样子全部买起来，然后加运费到台湾，大概花了多少钱啊？加运费的话，这大概1600、1700台币吧。上面这个灯也是淘宝淘来的吗？淘宝淘来的，这个也是淘宝。很我会淘，难怪他的家具加家电加起来只要20-30万，真的超级无敌厉害的。这边呢是你平时就有在种，还是说是入错人家送的礼物啊？这些都是入错的时候，朋友那时候送一些比较好照顾的植物，因为我不想要就是入错你没有先讲好，他就送了一些我已经有的东西，这样就浪费了。那现在我们已经把 Alan 家都看完喽，我们准备到客厅去跟他做一个访问。Alan， 我想要问你，当初啊，你买这间房的时候，你一开始是怎么决定说你是要直接找统包弄，还是说你要找设计师的？当初我在买房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先去找设计师了，朋友推荐，没有去比较了，就直接好，就是他。因为我蛮新的那个朋友的，所以他跟我说好，我就好。谢谢。然后又看完他的作品集，还是你根本连看都没看？作品集我稍微先浏览一下，这个设计师的装潢风格是我还蛮喜欢的，很洗练，对，很现代。一开始你的那个格局其实不是目前看到的这个样子，是有进行一些改变的。那你们之间在讨论这些装修的过程中，有没有吵过架？没有我们其实蛮和平的，但是我会比较主动一点，像是我们那时候客变之后，我可能有时候就看一些 YouTuber 的影片啊，或是看一下你的室内设计开箱，谢谢。然后就把它截图起来说，这个设计不错，然后截图传给他说，感觉可以用看这个装潢，就一直吵他，反反复复这样。所以这个风格其实在这中间是曾经有改变过的吗？其实还蛮有趣，因为我们其实光是平面图大概就有3个版本了。真的吗？你是直接出3个给他？那时候刚认识 Alan 的时候，他其实是要做客变，3年前就开始接洽。然后我的习惯就是一个平面图大概会有3个不一样的空间方向，3D 图的材质就2个版本。之前有一个比较温暖木质调的，然后还有现在已经完工的一个比较灰黑色调的。你3D 图还跑2个给他哦？吗？
我当初想要这只小有点木质调，但是我后来看了这个之后，我反而更爱这个。我觉得还蛮有趣的，就是因为室内设计其实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，搞不好你会有一些旅游或者是生活的改变啊，对，所以确实你的当下跟你的现在其实又有点不一样了，所以我觉得改变了一下，其实我觉得这只要在我们在施工之前都讲好，绝对都没有问题。那我想要问2位，你们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大家，怎么样去跟双方沟通是会更好的？前面可能跟设计师沟通的时候，预算要先跟他讲好，我这个预算大概可以做怎样的设计出来。那你原本的预算跟后来实际做有超支吗？有超支一些，15左右吧。那超支的部分是一开始没预料到什么部分？我那时候是想说，就直接就冷气安装上去就好，不要有什么中央空调或什么的。那后来他那时候是建议我，就是客厅跟客房把它弄成吊椅式冷气机，对，这样子客厅跟我的次卧房同时都有空调可以使用，这样子我两边其实都可以保持通风。然后另一个优点是想说，如果用吊椅式冷气的话，就不用再多买一台冷气。所以其实这超支的部分也不算超支，因为里面有蛮大一部分是你本来就得要在家电上面再花的。对。以前是租房子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是什么原因让你觉得不行，我要买房子？是从2020的时候开始，因为那段期间刚好面临那个疫情嘛，我跟我自己室友，我们自己在租的时候有碰到房东要涨租的事情，然后那时候房东也是跟我们讲了蛮狠的话，他就说，如果你们涨租没办法同意的话，那没关系，你们可以搬走啊，反正我这边很好租，大概很快就可以租到客人了。我后来就有点一气之下决定我要开始看房了。你大概努力了多久？因为毕竟买房它是需要头期款的，然后你也要存钱嘛。开始我改变一下我花钱方式，像是刚签完预售屋，我就开始尽量保持每个月生活伙食费的话，尽量花在1万块以内。然后有因此就是更拼命的工作吗？我就拼命的工作，那时候就很努力，就是一定要把预售屋的那个钱给它赚回来。但预售屋有个优点，不是一下要付这么多，它可能就大概每几个月，然后跟你说，下一笔款项。你一共看了几间啊？其实这一间才看到第2间而已，我就决定了。什么原因啊？那时候看的原本第1间是在杨梅，我后来看了它附近的发展，对我来讲，我觉得未来没有到特别好。然后后来看到这一间的话，是因为虽然它是在一个从化区这边，但它其实在开车的路程到青埔高铁站那边大概10到12分钟左右就到了。我觉得这边会比较有保值，而且你家附近就有好事多，很方便。对。重点是你买在这边，总价就不超过600万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就其实现在青年要成家的话，如果你愿意开车，还是有很多价格不错的房子可以选择。当然，如果你要住在那种市中心、大众运输很方便的地方，就会很贵啊。我本身就是桃园人，想要离家近一点，但又不要太近。我又不想离开我的生活圈台北，所以我觉得这边其实到台北也蛮快的。因为我到高铁站大概12分钟左右。重点是你这边要出国很方便吧？对。如果说要去机场的话，是叫机场接送来接吗？如果我是要出国的话，我会先叫 Uber 搭到机场捷运线上。那这样子你住进来总花费，你有算过1个月大概要多少钱吗？不然我们单纯讲房贷加管理费好了，应该不超过2万哦。房贷没有做宽限期，因为我觉得没有做宽限期，我就想赶快把它缴完。有新青安吗？我那个时候刚好碰到限贷令，新青安就是一直贷不到，所以我最后是用建商配合的银行，很快就贷下来了。我那时候被新青安折磨了快半年。那最后呢，想要问说，你住进来，你觉得有什么跟以前租屋的差别吗？会觉得有自己的房子之后，你可以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像是像养狗狗啊，然后你也不用太管说房东说不行，你可以自己改变你自己的房子格局。生活上、事业上，你觉得有什么差异吗？生活上我觉得比较轻松一点呢，虽然有房贷的压力，但是比起房贷，我觉得至少不用缴租金给房东，我觉得已经算很好了。谢谢 Alan 让我们来看他们漂亮的家。那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然后如果呢想要看 Alan 的 IG， 在这边，他们家狗狗也有 IG， 对不对？对，我家狗有 IG。对，狗狗的 IG 在这边。拜拜。